这是一家按成绩分级的补习班，分数在92到100的是尖子生，70到76分则被视为较差。同等级学生会分在一起。朴智佑成绩最近大跌，只得了可怜的71分，他感觉非常羞耻，不愿意别人知道他的分数，尤其是他的同学韩秀珍。补习课的休息时间，一位好奇宝宝同学到处问人考了多少分，秀珍很骄傲地告诉他自己考了 A。 旁边的智佑听了直紧张。就在这时，前面的同学也问了同样的问题，显然秀珍也很好奇，最后虚荣心作祟，智佑也说自己考了 A。 哎呀，笑翻了，这个嘲笑明显是故意的，也让智佑想离开补习班。好不容易等到放学，智佑看见男友灿盛已在门口等，心里的阴云顿时散了。正当二人准备手牵手走时，韩秀珍恰好出了教室，正巧看到他们亲密的样子，路过他俩时不屑地瞥了一眼。智佑感觉好像所有秘密都暴露了，不由自主抓紧了灿盛的手。这小子几乎完美，唯一的毛病就是放学总要去打篮球。智佑多次想劝他退掉补习，他却没当回事。女友最需要安慰时，却被兄弟叫走了。智佑心里很难受，回家后立刻发了2条消息给灿盛，可他已读不回。他便去查看男友的社交账号，发现他们分开后去打篮球了。智佑误认为自己不如篮球重要，随后又翻看了灿盛的关注名单，找到了他密友的账号，询问他是否还和灿盛在一起玩。出乎意料，密友说灿盛已经回家了，这让智佑觉得有点不对劲。那么久，男友去了哪里呢？真是巧，他在灿盛的帖子下发现韩秀珍点了赞，正想联系他时，男友的电话来了。智佑刚接电话，还没来得及问出心里的疑问，这家伙已经翻窗进了房间，解释说刚打完球在兄弟家睡着了，所以他总是读了不回，几句话就能哄好女友，把他当成了一切，加上恋爱初期的甜蜜，所以对他信任满满。第二天到了学校，智佑和灿盛分开后各自进了教室，看见韩秀珍在和同学聊天，他就忍不住担心别人会把他补习班的事情透露出去，干脆戴上耳机听歌，音量开得挺高的，依然能听出零星的话。为了弄明白对方的话，悄悄地调低了音量。他真是个窝囊废，完全正确。你说啥？他活脱脱像网文女主，真的假的？还不如不听呢。智佑总感觉秀珍和其他同学排挤他。正在这时候，新来的转校生打断了他们的私语，无意中帮智佑摆脱了尴尬。中午放学后，智佑找不到灿盛，于是边走向篮球场，边给男友打电话。碰巧电话那头显示忙线，前面的秀珍好像也在打电话。智佑心里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那个跟男友通话的会是他吗？晚上时分，灿盛再次翻窗进入智佑家。我发短信也打过电话给你了，不好意思，手机被收了，下课应该就能拿回来，我这就去打篮球了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就在此刻，灿盛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看了一眼就挂掉了，没接。智佑问是谁打的，他说不过是个同学。本来智佑不想理他，结果被他抱了一下，他心里马上就软了。第二天晚上，智佑又找不到灿盛，他偶然看到了秀珍的社交账号，无意中听到视频里一个男生的声音，跟男朋友的声音好像，感觉挺开心的。秘密被人发现后，总感觉那人的每个动作都跟自己挂钩。智佑被拉回现实，新来的转学生亚罗，卫生巾用完打算向他借一片，还想请他帮忙检查裤子。就这样，2个女孩成了朋友。当晚，智佑仍然有点担心，专心在秀珍的社媒上找线索，导致和男友约会时总是心不在焉，甚至在男友取餐时偷偷摸了他的手机，却连输错好几次开机密码，触发了等1分钟再输的锁定。恰好这时男友拿餐回来了，未免他发现手机没了，智佑无奈只好抱住男友度过这1分钟的锁屏时间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男友灿盛突然说好可爱，这让智佑想起了秀珍账号那男人的声音，他立刻冷静下来，重新看待了灿盛。补习后的第2天，智佑鼓起勇气拦下秀珍，想要好好和他谈谈。话还没说完，我无话可说。受委屈的智佑把这事告诉了男友，一提起秀珍，他马上叫了车挺身而出，在灿盛的紧紧拥抱和耐心解释下，智佑暂时选择了信任。第2天早上，一个男生撞到了智佑，对方的手机屏幕摔碎了。这人看了看他的名牌，扬言记得牢，等他课后再碰面。旁边的亚罗表示不满，明明男生撞的，干嘛摆那副架子？果然课一结束，那男生就冲班里来了，但他不是来找茬的，而是怕刚才吓到智佑。手机的事儿不用挂心。智佑和同学离开了教室，胖妹看到后超兴奋，好奇他怎么会认识这俩人。交际花大波浪也靠近，想听点八卦。那个手机坏了的叫南道河，
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帅哥。因为刚的小误会，智佑还有亚罗、胖妹和大波浪，加上外国的韩裔，5人一组，她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闺蜜。顺便说下大波浪，外表清纯可爱，很受欢迎，实则不懂观察言行，心机挺重，导致智佑、亚罗都不太喜欢她。当他们5个人离开麻辣烫店，刚好遇到秀珍一行人。这人一见智佑，连平时关系好的大波浪也招呼都打了，他摆了摆手，根本没搭理他，还故意大声说了一句真特么倒霉。那天晚上，智佑和她男友拍了几张大头贴，回家路上她忽然说有个惊喜，接着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昂贵的化妆套装。智佑虽然很喜欢，但不知道男友怎么有这么多钱。对于这个疑问，灿盛并没有回答。第二天，5个小伙伴在智佑家自习，大波浪开始讨论男友话题，还说想找一个像智佑男友那样的。他还确认了2人的关系好几次。说着说着，大波浪看到了一个昂贵的化妆品礼盒，得知是灿盛送的后，他更坚定要找个这样的男友。旁边的大眼睛疑惑学生哪来这么多钱？智佑对此也一头雾水，总觉得有点含糊不清。大眼睛说这是一种自我保护，信任越深，背叛感越强。我们是来复习的，别扯别的了。下午灿盛找智佑来玩，这时他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是南道何发来的，感到对不起我吗？那你得请我吃饭了。他听到男友的声音从另一女人的手机传来，心里有愧的一方却是他。原本是智佑先原谅了灿盛，但这家伙一打游戏就忽略他。注意到他们的好友泰山那表情，智佑多次提出质疑，灿盛才不情愿地瞥了女友一眼，草草应付地回了一句，但这并没解决智佑的问题。旁边的泰山看到这情况，立刻帮他调好了网吧的电脑，感觉像是个3角恋，3人一起玩英雄联盟。不熟悉的智佑老是弄丢资源，这让男友不断抱怨他。默默的泰山则是轻声安慰，第一次玩能这样已经不错了。就在这时，智佑收到亚罗的短信，他觉得还是赶紧把撞手机的事解决了，实在不行就答应和人家吃个饭吧。正好被泰山看见。第二天，大波浪开始挑事，他跟智佑说大眼睛看起来很碍眼，还说上次嘲笑灿盛穷。话还没说完，大眼睛和胖妹就走了过来，大波浪的脸色马上就变了，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就在这时，道和正巧路过，向智佑打了声招呼。大波浪顿时兴奋起来，不停地问他俩怎么认识的。胖妹也听来瞧瞧有什么趣事。智佑只得坦白上次弄坏了学长的手机屏。没想到大波浪一听，立刻抓起手机，迅速发了条消息出去。体育课时，5个小伙伴聚一块。自从知智佑有男友，大波浪总暗示他也有了。无论大家怎么问，他就是不肯透露男友是谁。大眼睛根据常理推断，正常情况下没有必要隐瞒好男友。听完这番话，大波浪气得站起来离开了。放学后，智佑和灿盛乘公交回家。智佑心里一直有事，原来是放学前的自修课上，道和带了好多书，拿书名来跟他搭讪，想约他这周末一起吃个饭。可灿盛马上察觉到女友心神不宁，亚罗还不停发消息，这让他产生了误会。当晚，5只小伙伴决定周末去打保龄球，时间正好跟智佑和她男友重合，约会时间稍有冲突，但她不想扫大家的兴，就勉强答应了。转眼已到周末，因为玩得太投入太开心，智佑忘记了已经过了和男友约会打游戏的时间了。她到网吧时，明显的感觉到灿盛很生气，她只能站在旁边解释和道歉。然而对方甚至没正眼瞧她一眼，心怀愧疚的智佑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旁边的泰山正要缓和气氛，却被男友突然打断。没错，2人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。之前女友只有眼里有男友，整天都围着他转，现在有了自己的朋友圈，灿盛觉得自己连闺蜜都比不上，因此话里话外都带着冷意，用来遮掩心里的不安。单纯的智佑坦诚实倒是无意的，他非常珍视这份感情。没想到他情绪突然大变，想把女友送回家。当智佑让他继续玩游戏时，他真的又回到了网吧。第二天，智佑被邀请到餐厅。起初他对道和很拘束，就在这小伙子开了个玩笑之后，2人很快变得熟络。正吃到一半的时候，智佑意外地透过窗户看见泰山恰好路过这里，他肯定能注意到智佑不是独自一人。那么泰山可能会把智佑和道和见面的事告诉他的好友智胜吗？